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全。随着我们即将进入九运，那我有越来越多的客户也开始咨询我说，那他们要怎么挑选一个符合九运风水的房子啊？又或者他现在住的房子呢，是不是符合九运的一个风水条件？所以这期视频我就想跟大家分享3个你要如何在九运呢挑选一个风水比较好或者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房子。那放心这个3个方法呢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你就算没有之前的一些风水知识，你也是可以通过这3个方法很快速的就可以做出一个筛选，从而在众多的房产里面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筛选方式。那如果你想挑选的房子是要更符合你本身的八字，那我还是建议你去接洽一个风水师来帮你做出更详细、更针对你个人的需求的一个选择。然后在视频开始前我其实之前呢已经拍了好几个有关九运的一些须知。那大家呢可以去参考这个playlist， 我会放在这里。那我之前就有分享过了九运5个你需要知道的事情那你要如何找出你家中的南边然后还有最新的一个是你要如何去应对这个九运，你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是什么 ？OK， 我都会放在这个playlist 里面。事不宜迟，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期视频的重点。首先第一个你需要看的一个条件就是你所筛选的房子在南边，就是说你的房子的南方南部需要有山，就是它可能是一些山丘或者高山或者比较高的一些地区，我们都可以把它统称为一个山 ，OK。那这里的话，我需要提醒的就是这个山是不包括你自己制造的一个假山。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风水在家里的风水，他们会去造一个假山放在自己的家后面但其实这个呢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啦 ，OK， 所以我们还是要是真正的一个山，或者那个地区是比较高的，是高过你家的 ，OK， 所以这个山呢是要出现在你的南部。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是南部有山因为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话，九运它最重要的一个方位就是南边。所以呢，这个气我们在风水里面，这个气呢都是从山那边缘起的 ，OK， 它是从山慢慢散发出来的 ，OK， 所以如果在九运的时候如果这个山是在你的南边，那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气就会从南边这个山呢慢慢流动到去你的家去。那就是风水了。那你还记得呢？之前的视频我就是说你家的南边，你不要有阻挡 ，OK， 你需要保持的通风、干净，没有囤积物 ，OK。它的理由是为什么呢？其实也是源自于这个 ，OK。因为如果那个气呢是从南边来的话，那它进到你的家，所以你的家的那个南部它就有点像是一个窗口、一个窗户。或者你可以说好像一个接受讯号的一个接收器，它是一个 antenna 这样子 ，OK。所以那个气呢来到这里呢，你的家的南部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OK。所以如果你的家是缺了这个南部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难接收到这个气。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南部的话，你可能对这个九运的这些趋势这些机会还有这个风水的好处你都会比较弱一点，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你家还有其他方位嘛 ，OK。但是如果你少了南部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弱一点。那我们回到这个南部有山的这个条件上，因为我们现在有科技的力量你想象以前我们都没有，那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就打开你的手机，你找到 Google Map 或者什么其他的地图的软件都可以 ，OK。然后你在地图的功能上面，你可以打开一个叫地形的 ，OK， 你可以看到哪一个地形是比较高的话，它会变成好像比较深颜色比较黑色这样子的。所以你就要看呢，你想挑选的那个房子它的南部是不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它可能是一个小山丘或者一座山
或者那个地形呢是比你的家高的。那基本上啊，这个都可以，我们可以定义为就是你的南部有山。那如果你要更进一阶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南部的山啊，不能有任何会产生煞气的一些物件，可能好像是电讯塔啊，那种高压电缆啊，因为啊有这些建筑的话，它会产生煞气。那这个气啊从南边来的时候啊，它给你的好处啊可能就没有这么大了。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南部要有山。那你可能会问我啊，如果那个山出现在其他地方可以吗？其实是可以的，只要它没有产生我们在风水上的一些不好的地形或者一些不好的一些格局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OK， 但是如果你要有更详细的一个山的那个分布的位置，就是说东南西北，然后就是那个8个方向啊，山出现在哪一个方位会比较好的话，那你就要留守我的视频的最后，我会分享一个完整的8个方位山要出现在哪里。那第二点呢是尤其的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北部呢要有水。这个水啊，它可以是什么呢？它可以是湖泊啊，它可以是一个池塘或者河流，甚至大海也可以。但是海洋啊，你需要有一些条件，就是你不能太靠近这个海洋。OK，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海对岸，你要看到有一些岛屿或者有对岸的一些岸边，就是说这个海不是一望无际的，你可以看到对面是有一个陆地的。这个海的水呢，我们就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水了。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北边有水呢？其实也是因为啊，这个气呢从南边这样子扩散开来。然后气呢，在风水里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地方去聚集的 ，OK， 所以聚集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成为水的地方，因为水啊，就是最好可以聚气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风水里面啊，其实我们讲的都是要如何把这个大自然、这个外界的这个气啊，来到我们家里，或者来到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来提高我们自己的一个能量 ，OK。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那个气呢只是流动，但是还没有一个地方去聚集，你没有聚集的话，你就来不到你的家里 ，OK， 你就得不到它的好处。所以呢，在九运啊，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因素啊，还重要过有那个南部的山啊，就是说北水在北边有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那这个水啊，它主管的就是你的工作机会啊。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你生意的上的一些机会，你的销售、你的营业额，基本上是水的话，我们是主管你赚钱的一个能力，或者你赚钱的一个机会。除了北边啊，有没有第二个方位呢？可以出现水呢？就是说，如果你看到的那个房子啊。它北边是没有水的，那个水呢，它可以出现在其他地方吗？是可以的。它就是第二个的最好的位置啊，其实是在东南方。方法是一样的，你打开地图，你看你想挑选的那个房子 ，OK， 它的东南方是不是有水？那这个水啊，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呢，可以让它变得更好呢？就是你要站在你的家的位置的时候，你是要可以看到。OK， 你可以看到的话，那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呢，可能你的效果会减半啦。OK， 就是说你看地图，你知道那边是有一个湖 ，OK， 或者有一个池塘，甚至啊，其实有一个游泳池也可以。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好。那如果你是看不到的话，但是你知道那边有一个水。那我们基本上那个效果会大大减低啦。不过我们可以说好过没有啦。那当然你也要用一点常识啦。如果你看的那个范围啊，你不要去计算到几百公里以外啦。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其实基本上所有房子啊都是北部一定会有水的啦。OK， 那就是你要最理想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挑选这些房子的时候啊，我们最好就是可以去到实际的地方。那个 actual 的那个地点去看，
那当然不可以的话，我们要快速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手机的软件，就是这种 Google Map 啊这种地图啊来看，先看了我们再过去。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九运里面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些风水的条件。那这个就是还是关系到刚才的水。这个水在九运的时候呢，它其实只能出现在4个位置。OK， 那4个位置我待会会跟大家分享那个完整的那个分布图。OK， 但是有其他另外4个的位置呢，是绝对不能出现有水，它就是西北、西南。还有东北，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是尽量我们不要挑选水出现在这些地方的房子。如果你是还没有买房子，因为我现在这个题目其实是要挑选房子，是你还没有买 ，OK？ 那你在买之前呢，你就是可以先看啦。如果是真的出现在这里的话，而且你在那个房子，你去到那个实际的地方，你看出去那些方位，就是刚才说的那4个方位，可以看到水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房子排除在外了。刚才我就说了，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水跟山在九运的时候它的分布最理想的状态会是怎样。OK， 我现在就会把那个图呢放在这里。OK， 你可以看到呢，就是有4个方位呢，我们是最理想是有水。那另外4个方位呢，就最理想的是有山。山出现的位置就是不能出现有水。OK， 如果有水的话，我们就会造成某一些问题。那当然，如果是水的位置有山，可以吗？其实是可以的。OK， 山的话是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它出现在哪里都基本上 OK。OK， 那当然最重要的2个就是第一、第二点，就是南部要有山，北部要有水。OK， 这2个。然后第3个，我们就是要避开那些水出现在那4个方位。那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一样的，我又再分享多一个 bonus 啦。第4点你要在九运挑选房子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挑选那个形状太奇形怪状的 ，OK， 或者那个房子是缺了一个南边的房子。怎么说奇形怪状呢？就是说你看现在的一些公寓或者一些房子呢，他们就会设计到非常的奇怪，它可能是L， 就是 L shape，L 的形状，或者一个三角形。在风水上基本上形状太怪的话，这个房子的气都会非常的不平衡。住在这里的人基本上的状态会可能比较不好，它可能会受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缺南角的话，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可能在九运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的得到这个九运好的这个风水，九运的这个气。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购买某一个房子前你都会拿到，我们通常都会拿到那个房子的平面图嘛。这个房型是一个很奇形怪状的吗？那还是它是一个正方形或者一个长方形呢？那通常正方或长方就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啦。那我们尽量呢就避免不要好像有什么三角形或者一种 U shape， 我有看过 U shape 的，或者一种 L shape， 那基本上都非常的不理想啦。好，以上呢就是4个在九运你挑选房子的时候，你可以用来快速筛选的一些条件。基本上如果你可以找到这样子条件的房子的话，那边的风水基本上都是蛮不错的啦。那当然更详细的，你还是需要找到一个风水老师来帮你去实地的考察那个当地它的环境是不是有一些好的条件，或者一些不好的条件，就是不好的会产生一些杀气当然他也会帮你分析你家的那个方向。OK， 我们就是要分析方向呢，我们就来得知那个家的那个飞星盘。OK， 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你没有分享这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复杂啦。基本上你有这3个，你去挑选了 ，OK， 你可能可以选了3个都是符合这些条件的，然后你就可以找一个风水老师或者一个风水师傅来帮你从这3个里面去挑选哪一个才是比较好。OK， 他当然就会用他的方法更详细的去分析，然后他是不是符合你的八字，或者你住在这里的你的家人
的一些八字是不是配合到？你要注意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有些人呢，他可能在30多岁、40多岁，他的目的呢，肯定就是要赚更多钱，他是要的是冲他的事业。OK， 所以那个家的风水呢，就是最好可以配合到这个事业。那有些人呢，他已经退休了，他年龄比较大了，那他最重要的，他重视的是他的健康，他家庭的生活，他退休的一个生活，他要感觉很安心、很平稳。那当然，他的风水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到最后呢，是你需要跟你的风水老师去讨论的。然后你说我有这个需求，然后你来帮我从这3个里面挑选比较好的。因为我觉得有这个清楚的一个目的然后去咨询你的这个风水老师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这样他才可以知道要通过什么条件或者一些什么方法来帮你完成你想要的这个事情。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到你们在9运去挑选一个风水更好的房产。如果大家觉得我刚才分享的太难明白了，你们需要我讲更明白一点的话，或者有什么疑问的话，你们都欢迎在留言下面让我知道。然后我都会尽量尽我的能力去回答你们。我发现大家好像对风水或者对房地产在9运的时候的一个走势，或者房地产在9运要怎么投资，要怎么买，它的一个是不是会垮市，或者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我发现大家都对这个有兴趣话，也欢迎在留言下方让我知道，那我就可能可以安排一个视频去跟大家分享。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